是我们今天因为人类活动干扰，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速度太快，所以它让系统没办法去承受，包含生物、包含气候，所以这个没办法承受这件事情呢，才会造成很多未来我们没办法去预测。所以，既然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呢，那我们要做事情，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调试，或者说我们在政策方面、在教育方面去做一些着手，让很多学生他们可能从他们小时候就去习惯一些未来可能天气会变很温暖，未来天气可能会很极端的这些事实，好，那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预期，或者是做一些适应。但你说开冷气也是一种适应，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问题的源头还是在于说二氧化浓度太高，是因为我们现在燃烧的行为所造成，就是火力发电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想。那我觉得这个从教育着手是最快的，从观念上去改变去着手，然后呢才有机会。那可能教育会比较慢，但它才会是一个永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好，那其实现在教育部在支持底下，我们有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它已经收集过去非常多各个县市都有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材教案，或者是有一些学习路线、学习点、场域。好，那这些呢都是公开的资料。我觉得老师们一开始如果说有兴趣去做，先从模仿开始，从学习开始。不行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所谓的业界教师。好，现在有很多的 NGO 公民团体，他们其实有很多的热情或意愿想要去协助这一些海洋教育的推广。我个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公司，因为在很多时候可以跳脱商业的思考模式，好，用更大的一个范围来去考虑做一些很基本的必须要做的这些事情。因为现在的学生学习他比较脱离过去的单纯的教跟学而已，他现在必须很依赖很多多媒体、影音素材。那这些呢，可能在学校端的老师我们没办法去做那么多，但公司可以协助我们去做，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义的精美的这些所谓影音素材。那这些影音素材呢，它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现场端的老师可以去做很多的延伸跟应用，它可以随时跟着议题去做更多的资源的开发。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的教育啦，或者是对学生来讲，都非常的有帮助跟有意义这样。